古代机器人和鱼人族的关联，欢笑才是最终极的力量。大家好，我是朱尔本。尾田刚刚抛出900年前的先进文明，紧接着又来了一个200年前的圣地袭击事件。最近的海民真的就像奥哈拉一样，正在不断考古。有意思的是，上一个圣地袭击事件就发生在15年前，鱼人族英雄费舍尔泰格大闹圣地，救出了包括汉库克在内的一大批奴隶。后来又促使了太阳海集团的诞生。更巧合的是，200年前的古代机器人袭击圣地事件与15年前的泰格袭击圣地事件都与鱼人族有关联。先来看200年前这个时间点，它在振作的时间线里出现的并不多。之前我们整理的海贼王编年史，在200年前这个时间附近发生过4个事件。其一是南海布里斯王国的圣布里斯号探险船出航并进入伟大航路，若干年后在空海被判处云流星，最后从空中坠落，也就是路飞他们遇见的那艘从天而降的大船。其二是罗格镇的一本松祖先开设了一家武器店，名刀血手成为了镇店之宝。其三是德雷斯罗萨通往格林比特的铁桥附近突然出现了一大批斗鱼，从此交通被阻断。其次就是鱼人岛的龙宫王国成为世界政府的加盟国，开始改变鱼人族与人类之间的恶劣关系，也就是罗宾所说的鱼人歧视现象开始发生变化的年代。尾田在1067话中留下的暗示，显然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第4个事件上，也就意味着机器人袭击圣地事件与龙宫王国加入世界政府两者间存在联系。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简单回溯下时间线，800到900年前，也就是空白100年间，发生了古代王国与20个国家的战争，最后后者获胜。在空白100年结束的那一年，也就是800年前，世界政府建立。到了200年前，天龙人和世界政府已经统治了世界至少600年。在漫长的时间里，鱼人族和人鱼族一直遭到歧视，甚至被直接归为鱼类，遭到人类肆意残害和绑架。如此地位低下的国度能够加入世界政府，只有2种可能：一是龙宫王国缴纳了大量的天上金，二是龙宫王国对世界政府来说有特殊的意义。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见到鱼人岛缴纳天上金的线索，甚至龙宫王国的财富都被好好保管着，直到被路飞全部送给了比格曼。而鱼人岛一直以来都是被海贼们保护，之前是百物质海贼团，后来是比格曼海贼团。这与其他世界政府加盟国显然不同，他们可以得到海军的保护。种种迹象表明，鱼人岛虽然加入了世界政府，但他拥有的权利是不同的，也没有缴纳天上金的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加入世界政府只能是第2种可能，他们对世界政府而言有特殊的意义。参考后来吴老星让圣明加入七武海的原因，背后的逻辑应该是一致的。天龙人将龙宫王国的加入作为种族和解的象征，缓和人类和鱼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反过来想，是不是因为200年前鱼人族与人类的紧张关系与古代机器人袭击圣地有关，迫使世界政府采取行动缓和与鱼人族的关系呢？我们知道，上一任乔伊波伊曾经活跃在空白100年间，他与当时的人鱼公主有过约定，要通过巨船诺亚实现全体鱼人族在阳光底下生活的梦想，但最终没有实现，并在历史正文上留下了谢罪文。我们容易先入为主，觉得古代王国是被世界政府的联军毁灭，但古代王国其实也有可能是进攻的一方，他曾经为了给世界带来自由而奋战过，并在那场100年战争中最终落败。战争过程中，一个机器士兵因为某种原因陷入了静默，直到600年后因为某个原因突然苏醒。200年前这场圣地袭击事件也许是空白100年间那场巨大战争的延续，机器人的苏醒是一个信号，世界政府再次感受到了过去的威胁，并为此开始了战备。现在回想一下，当初在庞克哈萨德，罗提到世界政府的人类巨大化实验也是从数百年前开始，目的是为了制造巨人士兵。这段回忆与贝加庞克的回忆莫名相似，罗没有弄清楚了数百年前与贝加庞克确认的200年前是有可能重叠的。世界政府为了对抗这种巨型机器人，也迫切想要得到巨人的力量，而鱼人族代表的是3大古代兵器中海王的力量。在乔伊波伊那个时代曾经是同盟关系，世界政府担心鱼人族的力量会再次威胁到他们的统治，于是提前拉拢鱼人族，让海王一直沉睡下去。但加入世界政府后，鱼人族遭到歧视的现象并没有终结，鱼人族与骑士的斗争也从没有停下。在15年前又出现了一次圣地袭击事件，身为奴隶的费舍尔泰格侥幸摆脱了束缚，在逃亡过程中又解救了大批奴隶。冥冥之中，鱼人族总是站在反抗歧视、追求自由的第一线。鱼人族其实代表着全世界那些被天龙人奴役的人，追求自由和太阳的意志，也是反抗天龙人奴役的缩影。所以从结果来看，巨大机器人袭击事件稍稍改变了鱼人族的处境。那么他一开始袭击圣地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机器人是在能量不足的状态袭击了圣地。如果他真的是想要报复天龙人，为了确保目标能够实现，是不是应该先想办法补充自己的能量呢？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他并不是为了破坏圣地才出现的。那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他是去圣地找东西呢？或者说就是找最为重要的动力？动力这个关键词一直贯穿整个弹剑岛的故事。古代王国的先进文明其实建立在一种未知的动力之上。海贼王中和动力、能量有关的描写非常多，比如昆岛篇的艾尼路使用的是电力，驱使了飞船真言号直接飞到了月球，还用电力唤醒了月球遗迹中的机器士兵。又比如水之都登场的弗兰奇和桑尼号，他们的动力都是可乐。
又比如各类恶魔果实能力驱使的工具人，严格来说，他们属于生物能。如果要仔细盘点的话，海贼王中的动力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是贝加庞克的技术这么强，却无法破解古代机器人的动力，也就意味着之前出现的动力已经全部被排除。古代机器人使用的动力一定超越了现有的认知。而在所有动力来源中，贝加庞克认为火是最关键的，因为它可以转化成所有能量，可以说是一切动力的源头。贝加庞克通过不断研究，对动力的认知已经接近古代王国，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他想要找到永不熄灭的火焰，然后制造出太阳。太阳正是代表着永恒的动力。但目前为止，贝加庞克还无法复刻古代机器人的动力，因为他无法理解那个在过去能够改变现代常识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既然超越了常识，那我们也不能再继续用科学的角度去思考这股力量了。于是我们必须提到这次奥阿拉的回忆中另一位关键人物哈古瓦尔蒂·萨乌罗。萨乌罗也是第一只异族，而他有一个标志性的笑声。当年在奥阿拉与罗宾相遇时，曾把这个笑声交给了罗宾，希望他能开心起来。但是萨乌罗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笑声能给人带来幸福，人高兴了自然会笑，人笑了就会变得高兴。在萨乌罗的带领下，罗宾也开始用笑声治疗自己的痛苦。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猜测低智一族的真正含义，衍生出了各种解读方式 ，Dream、Destiny， 又或者是道。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解读方式，旋转字母 D， 它就是一张笑脸。如果说海贼王的核心是自由精神，那么表现自由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欢笑。传说中的太阳神尼卡能够给人们带来欢笑，传说中能够改变世界的乔伊波伊其实就是欢笑男孩的意思。海贼王罗杰到达伟大航路终点后放声大笑，并将这里取名为 Laugh Tale， 意为欢笑传说。本作主角路飞在他的冒险过程中，给无数人们带去了欢笑，并最终成长为了匹配了尼卡力量的乔伊波伊。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越笑越强大。尾田在这漫长的连载中，已经将这部作品的核心主旨欢笑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低智一族被称为神之天敌，是终将摧毁天龙人统治的一群人。但是抛开果实能力、霸气等等战斗方面的力量，并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他们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海域，有些甚至素不相识。要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在以不同方式制造笑容。贝加庞克曾经的研究所庞克哈萨德后来被凯撒占据，用以生产人造恶魔果实的原料。这种原料名叫 Sad， 即为悲伤。多弗朗明哥将这些原料运到德雷斯罗萨，培育出人造恶魔果实，并取名为 Smile， 即为微笑。人造恶魔果实是利用血统因子理论制造而成的，尾田却用他的名字暗示这种力量与情绪有关，是不是再次印证了笑容也可以是一种力量呢？我们不妨超越一下常识，来推测一下古代王国的动力。他们曾经用某种技术将人们发自内心的欢笑转化成强大的动力，创造出真正的人造太阳，用这股力量给世界带去黎明。拥有自由的人越多，就会有更多的欢笑，这股力量也就更加强大。上一任乔伊波伊曾经戴了一顶巨大的草帽，草帽是遮阳工具，代表着它能够带来光明。这种崇拜自由的思想，以及能够将欢笑变成力量的技术，成为那些以奴役建立统治的国王们最害怕的东西。也就是三叶草博士所说的，王国的思想和存在对世界政府造成了真正的威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0年前的胜利袭击事件后，世界政府直接下令将机器人完全废弃。按照正常逻辑，出现了一个超越时代科技的机器人，应该将它击败后重新研究、吸收技术来制造自己的武器。但世界政府却直接下令废弃，不许其他人研究。这种反常举动恰恰说明了世界政府的高层其实很清楚它的来历，并且宁愿将它毁掉，也不愿这些技术重新出现在世间。再次验证了世界政府数百年来一直担心古代王国的力量复活。作为800年前那场战争的对手，世界政府能够将拥有先进文明的古代王国击败，很可能是利用了对手的弱点，让对方的强大力量无法施展出来。就像那个动力不足的机器人，即便技术再强大，也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实力。如果我们上面关于笑声即是动力的假设成立，那么天龙人也许掌握了一种能够抑制住笑容的力量，这很可能是来自天龙人的国宝，一种代表恐惧和威慑的强大武器。所有机器人袭击圣地的真正目的，也许是为了找到天龙人的国宝，并将它摧毁，使笑容的力量重新回到大海。现在再来看它出现在圣地时的样子，是不是不像攻击动作，更像是在调查呢？应该说，尾田在本话抛出了这个新谜团，还有非常多可以挖掘的点。贝加庞克算是开了个头。1067话另一个亮点是贝加庞克的能力正式公布。之前有不少小伙伴猜测他是恶魔果实能力者，最后脑果实的真正能力有点像现实世界里的互联网和云计算，既为连接、存储和共享。无限的数据空间造就了贝加庞克那个异常巨大的脑袋，也彻底否决了宇宙海贼说。基于恶魔果实能力，本体与分身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明确了。6个分身都是本体不同的要素，合在一起时才是完整的人格，而将它们联系在一块的，就是脑果实的能力以及神奇的胖克 Records。它相当于贝加庞克的云盘，每个分身同步的数据都会被其他分身共享。更进一步，也许当天岛上大大小小的研究员也是通过这个装置分享着研究成果。贝加庞克引用图书馆的概念来比喻自己的目标，由此也延伸出了另一个可能的用途，被用来保管他人的思想。之前我们一直猜测
贝加庞克在改造大雄前，将他本人的意识以某种方式保存下来，而保存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在胖哥 Records 中。贝加庞克从大脑中重新调出了这部分意识，然后下载到大雄的身体中，就有可能恢复大雄。本话贝加庞克对着昏迷的波尼说，有某个东西要交给他，很可能就是大雄最后留给波尼的讯息，就像是一条留言，在自己完全失去意识前，由父亲的视角告诉女儿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我们也能借此得知大雄接受改造的真正原因，波尼与贝加庞克之间的误会也会得到消除。本话罗布鲁奇对波尼的话，也暗示了波尼与大雄间特殊的联系。原来在世界政府的眼中，波尼以前是有价值的，因此才会容忍他多次出逃。这就解释了当年的一个悬案：底善战争后，波尼明明被赤犬抓住，却能顺利逃走，他到底是利用了什么力量呢？答案也许就在1067话末尾，突然启动了大雄身上。原本已经失去意识的大雄，却在没有接受到命令的时候突然暴走，他着急的跑开，就好像要去某个地方。而这个时候，正好是弹间岛遭到攻击 ，CP0 威胁要把波尼一起干掉的时候。引用莉莉丝曾经的那句名言：“生物的欲望无法控制。”大雄也许只要感受到女儿波尼有危险，就会立刻进入暴走状态。作为最初的和平主义者，这个问题连贝加庞克的技术也无法解决。为了保持大雄的稳定，世界政府和海军只能对波尼手下留情，导致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出逃。只要波尼安全，大雄就会乖乖服从。然而现在大雄已经被革命军救走，脱离了世界政府的掌控，大雄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自然也不用再顾及波尼的生死，所以陆奇才会说碰上可以直接杀了。这次世界政府虽然只来了一艘军舰，但船上的战力相当不俗。除了3名假面杀手外，还有1名炽天使，外加大批政府特工。他们并不知道草帽海贼团在岛上，因此这样的战力是以消灭岛上的贝加庞克来计算的。从陆奇轻易干掉一头机械海兽来看，他们志在必得。更致命的是，即便这次陆奇的行动失败了，贝加庞克也与世界政府撕破脸了。后续世界政府一定会派来更多更强的战力，这不是一座单间岛就可以抵御的。觉察到这一点的贝加庞克才会想要提前撤离，但凭他的力量要彻底甩开这群杀手并不容易。所以路飞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机会。自从斯巴岛一别已经快20年了，不得不说能再次见到双陆对决还是相当让人期待的。卡库和索隆也是老对手了，只不过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双方的力量都今非昔比。草莓火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掩护贝加庞克的撤离行动。胖哥 Records 作为贝加庞克的大脑，里面存储着宝贵的知识，既不能在这里被毁灭，也不能留给世界政府。贝加庞克要离开单间岛有很多方式，但其实最大的难点在如何安全转移自己的研究所。单间岛研究层的设计，也许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最重要的上层是一座人造空岛，漂浮在空中，只要给它配上一台强大的推进器，就能让这座空岛飞走，也就是贝加军团1号使用的技术。而下面的工厂层很多都是投影，关闭后将会瞬间消失，世界政府将一无所获。相信贝加庞克一定早就做好了准备，但启动引擎需要时间，这些时间就由草帽一伙和分身们来争取。所以陆奇和路飞应该会有交手机会，但不会是上次那样的生死对决了。而之前出现的海军 G14 支部，应该也已经发现了这场骚乱。作为保护贝加庞克的海军，钻进了世界政府的阴谋。达斯奇、贝鲁梅博等人很可能会介入战斗，并在混乱中告诉路飞科比被掳走的消息。接下来草莓伙很可能又要分开行动了。路飞带领一支小队前去营救科比，其余伙伴保护贝加庞克离开，并利用这段时间得到贝加庞克技术的改进。最后，草莓伙约定在阿尔巴夫会合，而贝加庞克脱险后，应该是去找龙，用他的技术来支持革命军完成事业。以波尼的性格，他必须跟着贝加庞克，亲眼看到父亲大雄还原才会罢休。那么以上就是海贼王1067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我是朱亚本，下期见啦。